上一世苏音被我家收养，自从她来到我家，我就开启了众叛亲离的倒霉之路，最后活活疼死在去医院的路上。事后我才知道，原来苏音绑定了掠夺系统。苏音把我的所有气运转到她身上，哐哐的就逮我一个人好，合着我就是那个倒霉蛋呗。好，我把她当亲姐姐，她把我当大冤种。童子，这次失去的我通通都要拿回来。这年头，谁重生还没有系统了？月月，妈妈给你找一个姐姐回来陪你好不好？好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在我10岁去福利院领养苏音的时候。刘院长在前面热情地介绍着，很快来到一群孩子面前。童子，有没有机关枪？我好想突他。宿主，冷静。苏音开始了上一世装可怜的表演，看得我只想揍他一顿。系统告诉我，苏音的掠夺系统是系统空间出现的一个危险 bug， 他这次来是为了将掠夺系统彻底毁掉，帮我只是弥补我上一世的遭遇。童子，你有什么牛掰的技能？宿主，我能将他在你身上掠夺的东西双倍还给你，满意，很满意。月月，你看那个姐姐好不好？我妈低下头问我，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苏音。不过当我抬头看去的时候一惊，居然不是苏音。这不对，上一世不是这样的。我疑惑地朝我妈看去，我妈只是笑笑没说话。难道我妈和我一样重生了？此时的苏音见我妈没有指向她，眼睛里的恶毒一闪而过，随即装出一副人畜无害、小白花楚楚可怜的样子。要不是重来一次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肯定也会被她骗。记得上一世原本常年第一的我，成绩越来越差。我明明认真学习，可最后考试的时候，脑袋还是一片空白。我的身材也越来越胖，但苏音却越来越漂亮，成绩也由中下水平冲到第一，狠狠将我比下来。后面我妈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差，对苏音像亲生，而我像外人。我哭过，闹过，无济于事，换来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厌恶。月月，茵茵从小没了爸妈，我们应该多给她一些爱。我每次和我妈抱怨他们不关心我的时候，都会被她以这样的借口搪塞过去。最后苏音成了陈家小姐，而我变成那个人人唾弃的陈月，最后被我妈赶出家门，死在外面。妈妈，我想要那个做我的姐姐。我在众多的孩子中找了一圈，总算找到我要找的人，阿西。上一世我被苏音害得被我妈赶出来，没地方去，昏昏沉沉来到桥洞。就在我快被死的时候，是阿西给了我一碗粥，给了我温暖。不过当时的阿西双腿已经瘸了。在我快要死的时候，也是阿西拼了命送我去医院，可惜晚了一步。我心疼地看着现在四肢健全的阿西，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才有上一世的惨状。但现在有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陈小姐，要不你再看看？刘院长嫌弃看着脏兮兮的阿西，转头又开始推荐苏音。我就要她。我走过去牵起阿西瘦弱的手就要走，这时我发现苏音居然狠毒地瞥了阿西一眼。童子，苏音现在有系统吗？等我去查查。宿主，查不到其他系统的存在。如果现在苏音的系统还没有来，那只能说明一件事，苏音也重生了。不过就算她重生，这一次我没选她，看她还能怎么办？看着我们一家带着阿西的身影，苏音握紧拳头，眼里的恶毒不再隐藏。阿西洗完澡，换好衣服，瞬间像变了一个人，只是还是太瘦了。阿西很漂亮，我由衷地夸阿西，这一世我们都要好好的。小姐，吃饭了。这个就是怎么不是音？李姨察觉到说错话，立马闭嘴，但还是被我察觉。李姨，我家保姆，从我出生她就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可刚刚的话让我感觉长大以后的苏音居然和李姨有几分相像，难不成苏音是李姨的孩子？月月，妈妈，快过来吃饭。我妈从公司回来，看着宠溺地揉着我脸上肥肉的妈妈，
我有些出神。我爸早年出车祸没了，靠我妈撑起一片天。上一世，那个宠我入骨的妈妈，自从高中以后变得越来越陌生。她讨厌我，嫌弃我，最后把爱全部给了苏音。月月怎么啦？妈妈出声询问。月月肯定是想妈妈了，对吧？我妈笑着打趣着。我狠狠地点了点头。妈妈，阿西以后会保护月月的。阿西握着她瘦弱的小手发誓道。好，阿西和月月以后要好好相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妈妈。知道了，妈。我妈看着我和阿西相处得很好，吃完饭决定带着我们去商场里给阿西买些衣服。妈妈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茵茵啊。我们正在一家店里选衣服，忽然一个人影冲进来，抱着我妈的腿不放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苏音。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我不是你妈妈。店员见状立马把苏音拉开，我妈则冷眼瞧着苏音。妈妈，我是茵茵啊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苏音继续哭喊着。童子，苏音如果不进我家的门，我还能报仇吗？不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成全他吧。陈夫人，不好意思。刘院长急匆匆地赶来，拉起苏音，不停地向我们道歉。夫人，我见这个女孩和我有点缘分，不如给我养吧。李姨心疼地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苏音，和我妈说着。最后，李姨成功收养了苏音，不过这也让我再次确认苏音就是李姨的亲生女儿。谢谢陈夫人。刘院长连忙道谢，走之前和李姨对视了一眼。看来刘院长和李姨早就认识。一路上，我和阿西说说笑笑，大包小包买了一堆，而苏音只能跟在后面看着。我能感受到她极度的想要吃了我的眼神。妈妈，阿西住旁边的房间好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的月月开心就好。我让阿西住上一室苏音住的房间，而苏音只能去和李姨住保姆房。我妈给阿西和苏音办了入学手续，和我在一个班。在这期间，苏音各种动作想要引起我妈的注意，可惜我妈连眼神都不舍得给她一个。你走开。月月，来喝汤。这天我正在教阿西练钢琴，苏音端着一碗汤推开阿西来到我面前。阿西被他推倒在地上。你干什么？我扶起阿西，把汤泼到苏音脸上。注意自己的身份，我冷冷地瞥了一眼苏音，拉起阿西往房间走。李姨见状，立马拉着苏音道歉。苏音几次和我示好，被我无视以后，倒是消停了许久。他还找过阿西几次麻烦，但都被我狠狠地惩罚。加上阿西就算只是养女，但也算是陈家小姐。我让阿西支棱起来，阿西倒也听话，慢慢的成长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女孩了。在这期间，阿西被我养得越来越好，我妈和我心照不宣的在苏音面前演戏。日子过得很快，我们三个也到了高中。在过去的时间里，苏音都乖乖本分的做一个保姆女儿。在学校，苏音的成绩比上一世还要糟糕，可能苏音重生的原因，她知道以后有我的天赋在，她不需要那么努力，还不注重身材管理，越来越胖不说，还越来越油腻，看我的眼神越来越阴暗。而我静静地看着苏音的变化，我在等她主动出击。我重生以后就没让苏音坐过我家的车上学，直到这天，苏音开始想尽办法接近我妈，我妈居然同意她和我们一起坐车去学校。这不对劲！我刚要用意念问系统，系统就开口说话：宿主，苏音的系统来了，终于来了。系统，我要陈月的一切，所有我都要。好的，宿主，这就为你夺取。我居然能听到苏音和她系统的对话。童子，是你做的吗？我激动地问系统。是的。系统沉默了一会，继续开口道。我看他不爽很久了。哦豁，看来系统间也会有矛盾。月月，苏音一直盯着你，正在上课。阿西的纸条传了过来。
我回头一看，原本直挺挺抬着头的苏音看到我转回来，立马低下头，但激动的颤抖的身体还是出卖了他。很快月考就要来了，重生以后虽然有上一世的记忆，我也不敢放松学习。月月，你最近是不是上火了？阿西捧着我的脸仔细瞅着。是吗？我来到镜子前，看着里面的人脸，清秀的脸上长出许多红色的痘痘，原本清爽的脸也有些油腻。是吧？回头让阿姨弄些清淡的菜，我毫不在意地说着。我知道苏音在听我和阿西说话，果不其然，在我无所谓的态度下，她眼神嘲讽地盯着我。系统，为什么我还这么胖？能不能快一点？宿主，你把自己吃得这么胖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变瘦？苏音不满的话搞得系统一阵无语。那就先让苏音尝点甜头吧。在几次月考下来，在我的故意把答案想在脑海里，苏音成绩一次比一次高，最后一次甚至超过了我。阿姨，你看我的成绩单。苏音高兴地拿着她那第一的成绩单来我妈面前晃悠。不错，我妈随口夸了一句，并不想理她。苏音还想说话，被李姨拉走。我妈不对劲，按照上一世的发展，现在她应该喜欢上苏音了。月月和阿西都挺棒，想要什么奖励呀？我妈看了看我和阿西的成绩单，虽然我退步了好多，但我妈没有不开心，因为在她眼里，只要我过得开心就好了，她从来不在意我的成绩。想到这里，我红了眼眶，扑到我妈怀里，紧紧地抱着我妈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女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妈妈，我想要刚出的那条裙子。我话一出，旁边的苏音紧紧地盯着我，我没忘，那条裙子是苏音最喜欢的一条。好，妈妈给你买。阿西呢？我妈转头问旁边的阿西。妈妈，我想要一个书包。好，都给你们买。苏音红着眼眶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幸福的模样，嫉妒的眼神快要爆发出来了。茵茵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李姨看着苏音神态不对劲，以为是她没有奖励才这样。不用你买。苏音说完，用力甩下成绩单跑了出去。我妈看着苏音不悦地皱起眉头，李姨则赶忙道歉。李姨，要是连小孩都管不好，也没必要在这里干了。我妈不满地警告李姨。难道我妈发现什么了？月月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正在藏摄像头的时候，阿西进来。阿西，过来帮忙。我和阿西在我和他的房间里都藏好几个摄像头，现在就是等人自投罗网。第二天，我妈就把我的裙子和阿西的包找人送了回来。我故意当着苏音的面试了裙子，不愧是高定，就是漂亮。阿西的书包被我妈换成了香奶奶牌子，得好几万呢。我和阿西在苏音面前炫耀了一波，气得她立马回到房间开始砸东西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提前安了摄像头，只是苏音不知道而已。不出我所料，原本安分的苏音按捺不住，开始有了行动。我拉着我妈带着阿西出门，找了一个酒店。我打开电脑，我妈和阿西过来和我一起看着监控里的画面。只见苏音确定家里没人之后，先是去了阿西房间，将那只新包踩在地上泄愤，接着来到我的房间，直接将高定裙子穿在身上，不停地在镜子面前摆弄着身体。李姨出现在苏音身边，她不是制止，而是和苏音一起欣赏她穿上裙子的高贵感。月月，这阿西愣愣地看着监控中的两人说不出话。阿西知道我不喜欢苏音，原以为只是我大小姐脾气，想不到苏音是这样的人。苏音欣赏完裙子，拿起剪子往腰上的线一剪。我没猜错的话，等我穿的时候，保不齐裙子什么时候蹦开。证据一键保存，到时候看他们如何狡辩。妈妈，你是不是也回来了？我看着我妈嫉恶如仇地看着监控里的俩人，一阵心酸。月月，这次妈妈会保护好你的。妈妈，我扑到我妈怀里痛哭，心里的恨释放了许多。我妈本来想回去就把俩人赶出去，但这样的惩罚对他们太轻了，所以我让我妈配合苏音像上一世那样陪她演戏。
阿西虽然不懂我们在说什么，但也坚定地站在我身边。时间过去好几个月，原本肥得流油的苏音在系统的帮助下慢慢变得漂亮，在班级里引得更多人的注意。系统能不能再快一点？宿主，变化太快，容易引起怀疑。苏音每一次和他的系统聊天，我都知道。我就说陈月以前的成绩肯定是抄的，你们还不信？就是你看看苏音，人家才像有钱人家的女儿。再看看陈月，都胖成什么样了。自从苏音尝到甜头以后，越来越高调，时不时的拿我的衣服来穿，甚至身后还跟了几个狗腿子。陈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马清扬故作失望地看着我，转身往苏音方向走去。马清扬是我上一世的 crush， 苏音的系统对他没有影响。你看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改变，但只要有更好的人出现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朝别人走去。这种人不要也罢。宿主，现在要不要收回来？不用，再等等，现在才到哪？收回来对苏音的惩罚太小了。月月，别灰心，我陪你一起努力。阿西一直在身边陪着我，安慰我，鼓励我。我从阿西的口中了解到他的身世，他家重男轻女，他知道他们是故意把他扔掉，所以没想过重新找到他们。或许上一世阿西的腿和他家人有关系，也说不一定。很快迎来了高三的第一次模拟考，而我也已经变成一个吊车尾的小胖子。陈月，这不是你。这天我和阿西走在路上，一个黑影挡住我们的去路。我抬头一看，居然是季宇。季宇和我曾经常年霸榜年级第一和第二，第二自然是我。我把他当作敌人，想着打败他的一天。我想不到他居然会主动和我说话，不过他说的没错，现在的我的确不是我。拿着，我在考场等你。季阳与其说地，还不如说是硬塞给我一张已经填好信息的报名表， A 市的数学竞赛表。月月，别怕，到时候我陪你去。好，我没和阿西说过重生的事情，但苏音和我之间的变化还是引起他的注意。偶然一次，我撞见他在电脑上查资料，上面赫然写着幻命之术怎么解。我很庆幸苏音的系统对阿西没有影响。第二天，我和阿西准备出去，刚下楼就看见苏音和我妈正开心地聊着天。又出去，多和茵茵学学。我阻挡不了我亲爱的妈妈变成这样，但我知道这不是她的本意。知道了，我愣了一下，装作痛心地看着我妈。苏音则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阿西陪我来到数学竞赛考场，进去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大大拥抱。刚进考场就看见季宇放下正在把玩的笔朝我看了一眼，便继续低着头。宿主，要不要开个挂？你觉得我需要吗？数学是我最拿手的一科，也是唯一能超过季宇的一科，所以我对这次竞赛很有信心。有实力用什么挂？时间流逝，我妈在我的示意下已经将我的房间给苏音，我现在只能和阿西挤在一起。不过还好，房间很大。苏音现在好比富家千金，穿的用的都是最好的，在学校也越来越受欢迎。也是，现在的苏音用的是陈家千金的名义。之前我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的身份，所以现在苏音出现，加上她的吃穿用度，人们自然而然就信了，还上了好几次校园网和电视台报道。苏音同学，请问你对学习有什么技巧吗？这天电视台的记者专门对苏音做了一个采访。学习这种东西靠的是天赋，有时候应该多问问自己有没有天赋。为什么没有天赋？苏音话一出，记者和在场的人面面相觑，很快结束了采访。不出意外，苏音登上了热搜。天赋为什么叫天赋？他知道吗？就是有些人成绩好有什么用？网上的吐槽对苏音没有影响，他不仅不觉得没错，甚至觉得别人是在嫉妒他。不得不说，苏音也是个人才。高三最后一次模拟考，苏音依旧高调，惹得更多的人对他不满。
数学竞赛的成绩也出来了，我们学校有2个得奖者，只是还没有公布名字。季宇肯定是一个，但他们都在猜测这第2个得奖的是谁。苏音的呼声是最高的，这也让苏音更加得意。陈月，把我拿去洗了，记得用手洗。我和阿西刚到家，苏音就拿着脏衣服扔到我手上。宿主，要不要我？不要，我的系统偶尔会出来和我聊聊天，只是话题都是让我收回被苏音夺去的东西。苏音，你……阿西，没事，我拦着想要动手的阿西，拿着衣服往洗衣房走。路过客厅，看见我妈在看电视，此时的我妈正装作一脸厌恶的样子说：“好好洗，别洗坏了。”苏音见我妈这样更加得意。妈，我装作伤心的拿着衣服往里走，悄悄地往后一瞥，就看见我妈在给我挤眼睛。我心里感到一阵暖意，这一次终于不是我一个人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李姨藏不住手脚，偷偷地往我和阿西喝的牛奶里下了慢性毒药。有视频和阿西悄悄地从李姨房间拿到的药在，李姨也跑不了。很快，我妈在苏音的洗脑下，准备在家里举办一个介绍苏音为陈家千金的宴会。在这个宴会上，有我给苏音和李姨准备的大礼，希望他们能接受得了。我妈在苏音的死缠烂打下，重新买了一条高定的裙子，倒是比我那条要差一些。苏音还想闹，被我妈以没钱搪塞过去，也就不了了之。你就穿这件吧。苏音拿出被她剪坏的裙子出来给我，我妈和阿西的脸瞬间黑下来。我摇摇头，示意他们先不要冲动，我点头答应下来。很快宴会时间到，学校里大部分同学都来了，其中一些是苏音邀请的，另外则是我让阿西以苏音的名义邀请。苏音现在在学校名声很大，很多人都会给她一个面子。我以前怎么会看上你？真恶心！马清扬现在丝毫不掩饰眼里的鄙视，对着我就是一顿嘲讽。马清扬，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把嘴捐了。阿西出口对马清扬，他见阿西不好欺负，便转身朝苏音走去。你这么没穿那件衣服？苏音过来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质问我。我穿不了，我低下头摸着身上的肥肉，小声说着。也是，都肥成这样了。苏音嘲讽地笑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月月，阿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我没事，我回握阿西，抬头看着人群中左右逢源的苏音，嘴角慢慢翘了起来。小心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人拉开，一杯酒从我身边擦过，连带杯子一起摔在地上。我抬头一看，拉我的人是季宇。阿西刚刚被苏音支开，原本阿西不去，但我想看苏音想干嘛，结果一不留神，差点被暗算。谢谢。不用。扔酒杯的人见我身边有季宇在，便慌忙逃走了。算你运气好。苏音看我没事，哼了一声，扭着屁股就走了，留下一个高傲的背影。之后，季宇一直站在我身边，有一种护花使者的意思。但现在的我不是花，更像一头猪。我感觉季宇这人还挺不错，我都这样了，他还和我说话。你看别人看到我就像看到脏东西，早就离我远远的了。各位，今天是我为我的养女阿西举办的宴会，欢迎各位参加。我妈牵着阿西走上讲台，留下苏音震惊在原地。系统，这怎么不一样了？系统，这里还有其他系统，可能是他在干扰。苏音听到他的系统话，猛然回头看向我，发现我已经变成曾经的那个他，便松了一口气，皱着眉头看着台上发生的事情。我准备了一点惊喜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阿西话音刚落，大屏幕开始播放之前我保留的证据。这不是苏音吗？我记得她以前就长那样。她不是陈家千金吗？怎么陈夫人不提她？众人议论纷纷。此时苏音脸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很是难看。妈妈，这苏音来到我妈身边，小声询问。各位，这是我和苏小姐的 DNA 证明，上面写着我和苏小姐没有血缘关系，
请苏小姐不要乱喊人。我妈拿出亲自鉴定书，给苏音致命一击。不是的，这样的。妈妈，我是茵茵啊。苏音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，想要我妈给她一个解释。早就看不惯苏音的人，以前怕得罪她，现在有机会全都来踩上一脚。啊！有人直接趁苏音不注意，把红酒直接倒在苏音头上，刺啦！苏音的裙子裂开，瞬间走光。不要拍，不准拍，走开，走开！李姨见状，立马冲出来，脱下衣服披在苏音身上。哦，我家叫了记者，所以苏音又要出名了。别动！举起手来。警察冲进来巡视一圈，来到李姨面前，铐住李姨的手。此时大屏幕上播放着李姨朝牛奶里投毒的视频。李姨原本还在那里喊冤枉，和我妈求情，但看到大屏幕上的视频时，绝望地低下了头。最后闹剧以苏音赶出陈家和李姨被警察抓走结束。此时众人也知道陈家千金的正主是我。月月，我不知道苏音是那样的人，马清扬不要脸的来和我说话。滚！第二天，苏音是保姆的女儿，欺负人家千金的事被传的到处都是，漫天都是骂她的话。数学竞赛的名单也公布出来，第1名陈月，而季宇的名字跟在我后面。名单出来以后，对苏音的骂声更大，有一些被苏音霸凌过的人起来反抗，苏音怕了，不敢来学校。而苏音被我妈赶出去，还想用新系统帮忙，殊不知她的系统自顾不暇，怎么会管她？童子可以慢慢收回来了。好的，宿主苏音赶出我家以后没地方去，把身子给马清扬换了一个暂时住的地方。此时的苏音还以为我不知道她有系统的事，还以为只要有我的成绩她就能翻身。而我在高考前，我让阿西帮我打掩护，和班主任拿到保送考试的机会。还好我的班主任对我还抱有希望，就算我后面一直垫底，他也不曾放弃过我。最后我成功拿下保送名额，我让班主任帮我保密，所以现在除了阿西，没有别人知道。高考前一晚，我提前买了几本霸道总裁文，要多霸道有多霸道。我看了一晚，也记了一晚，第二天脑子里都是霸总文。丫头，你逃不掉的。宿主还是你牛。童子，谬赞谬赞。很快高考来临，苏音和我分在一个考场。系统打开窥视，苏音的掠夺系统是通过神识来窥探我脑海里的答案。系统，这是什么？此时我的脑海里都是昨晚看的霸总小说语录。小妖精，你跑不掉的。再跑，信不信我扒你一层皮？系统，系统，怎么会这样？苏音炸了，焦急地呼叫系统。宿主，因为你打开神识，苏音的掠夺系统好像没空管它，回答一声之后，任凭苏音怎么叫也没声音。苏音看着满屏的自己了，汗滴从额头上不停地往下滴，不停地挪动着身体，时不时焦急地朝我方向看来，引起监考员的注意。陈月，你在干什么？苏音坐不住，立刻冲到我面前。怎么啦？你怎么不做题？苏音看着我空白的试卷，一阵怒吼。不会啊，我无所谓的耸耸肩。同学，你干什么？监考员立刻把苏音往外拉，苏音还在那里挣扎。一个不注意被苏音逃脱，苏音来到我面前，恶狠狠地把我试卷撕了。监考员没想到苏音会这么疯狂，立刻找来警察，把苏音拖了出去。此时苏音不挣扎了，而是笑着看着我。我保送了，我用唇语说给苏音看。啊，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苏音看清我的唇语，立刻像疯了一样想要朝我扑来，好在被警察控制。考试结束，我走出考场，就看见我妈拿着一捧鲜花等着我。月月，这里，妈妈，我扑到我妈怀里，不停地闻着曾经熟悉的味道。而此时远处的苏音身材在慢慢的变胖，那速度有要爆炸的趋势。快让开！
拦住他，不知道苏音去哪搞的汽油。此时他把自己浇满汽油，朝我和我妈冲过来。周围人见状，立马四处散去。我推开我妈，急忙跑开，可苏音想要我死，一直追着我。啊！我踩到地上，香蕉皮摔得四脚朝天，眼看着一身汽油的苏音来到我面前，打开火机点燃衣服，就要抱着我。月月，我妈不知什么时候眼睛充满血丝，不顾警察阻拦，想要往我这里跑，最后只能无力地瘫坐在地上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和我一起死吧！哈哈哈！我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嘣！啊！月月，阿西，是阿西。我睁开眼睛，阿西过来心疼地扶起我，而苏音被季宇一脚踹在地上，和警察一起用棍子抵住苏音，防止苏音再伤害到别人。不，苏音被火苗渐渐吞没，痛苦地嘶吼着。月月，没事了。我妈和阿西过来紧紧地抱着我，看着渐渐失去挣扎的苏音，一阵释怀。是的，没事了。燃烧吧，火苗。第一抹杀成功。宿主，再见。童子，再见。后来我恢复了以前的容貌，阿西考了一个不错的成绩，学校就在我的隔壁。我偷偷地查过阿西以前的家庭，我敢肯定阿西上一世的遭遇就是被他爸妈弄的，所以我把阿西原本的信息抹了，换成了陈家千金，以后他们不会找到阿西了。陈月，你保送清华了，基于赌注正要陪我妈和阿西出门庆祝的我。是啊。好的，那清华见。清华见。